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所以说呢，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，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。这次我们入住花莲民宿的时候，遇到热心的民宿主人好心提醒，那目前中横的话有一个道路管制，官员管制站。这个中横呢，它现在刚好是有在管制的时段，那一天只开放3个通行的时段，所以有需要通过这个路段的观众朋友们，那就要注意公路总局它所每天公布的一个管制的时段。对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那所以我们这次的那个行程呢，我们有稍做一些挪动，就距离新城最近的景点，就是在部落湾吊桥跟燕子口步道。那我们就去部落湾吊桥看看咯。进入部落湾。早期叫3月吊桥，所以桥柱设计呢是采月字形。后来尊重当地部落，就更名为传统地名，叫部落湾吊桥。不好吃吗？1、2、3。确定是越南话。去对啊，旁边有，但是我们多听2句就可以辨识了。越南话是1、2、3吗？他为什么喊1、2、3？不然绝对不是台湾人。对。这个吊桥超稳的，这根本就是不会晃的吊桥。下面搞不好是钢筋，你看它下面是钢筋。哦。这是钢筋固定住。嗯哼。是钢索。这一边呢，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利雾溪跟峡谷的风光。那另外这一边呢，则是眺望追鹿吊桥跟险峻的峡谷地形燕子口。哇，站在桥上，超近距离的观赏着太鲁阁峡谷，这景观真的是相当的壮观。有机会，各位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来亲自体验看看咯。走起来非常的平稳，至于会摇晃。这边是裸通的。由于峡谷风势大，所以桥面的中间栏杆皆是以格栅的设计，来减少吊桥对风的阻隔力。那桥中央的侧边设置有风速计，所以当风速过大的时候呢，就会通知疏散人群。站在景观台这边呢，能更完整的欣赏部落湾吊桥，贴近山峦，感受峡谷的气势磅礴呢。嫁给他，嫁给他。现在看到的吊桥已经是第4代了，吊桥的总长有196公尺，距离利雾溪谷高达153公尺，
所以是太鲁阁国家公园呢跨距最长、距离溪谷落差最大的一座吊桥。这边有设个景观区，然后再往上还有一个比较高处的景观台。那现在吊桥呢已经取消了预约，可以直接现场排队参观。那原本每天开放2个场次，但现在呢从111年的12月15号开始调整参观时段，中午就不休息咯。所以现在每天开放时段呢，从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。需要特别注意，每个月的第1、3周的周一呢，是设备养护日，不开放哦。这里是3楼的景观平台，这个方向就是要去部落湾吊桥。